我在饥荒年代捡到一个女孩，却在300年后仙魔大战中被已成魔尊的她一剑穿心。她踩着我如死狗一般的身体。陈怀安，当初你陷害我时，可曾想到会有今天？可他不知道的是，我是自愿死在他手里。我与系统做了交易，只要完成任务就能回到蓝星。为此，我300年前盗取仙剑，叛逃宗门，成就仙尊境界，而他却被宗门关入地牢，生不如死。否则以我修为，怎又躲不过我亲手培养的他一剑？我面前站着的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女魔尊洛凌霜，我曾经的小师妹。感受着自己逐渐流逝的生命，我只是苦笑。这么做真的值得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把恨生剑从我体内拔出来，血溅了他一脸。他一脚把我踩倒在地，居高临下俯视着我，那双曾经清澈如溪水的眼睛，如今却像是结了1000年寒冰。可在那冰层的最深处，有着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颤抖。陈怀安，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我张了张嘴，嘴里全是血。系统任务要求是死在他剑下，不能说任何可能动摇他心智的话，否则任务失败，回不了蓝星。所以我选择闭嘴。他蹲下来，纤细的手指捏住了我的下巴，他把我的脸强行掰向他，逼我看着他的眼睛。陈怀安，本尊再问你最后一遍。明明脸上是杀意，可他声音却在颤抖。你当真不愿意说？他想听什么？我当然知道。他想听我说对不起，想听我承认当年的背叛是错的，想听我亲口告诉他，那些年我是真心的，那些温暖不是假的，把他从死亡的深渊里拉出来，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我看着他的眼睛，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弧度。漫长的沉默，他等了很久，最终他的表情彻底冷了下来。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永远别说了。我看着剑尖上自己的鲜血，时间仿佛再度回到过去。那是一个雪灾纪元，山川封冻，河流断流，无数低阶修士和凡人被冻死在这个漫长的冬天里。路边随处可见冻僵的尸体，在这种纪元浩劫面前，每个人都自身难保。那时候的我刚穿越到这个世界不到3天，根据系统的指引，我在村道旁找到了一间快要塌了的茅草屋。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一个小小的身影蜷缩在屋角，裹着一块满是破洞的麻布。他太小了，小到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整个抱起来，满身的冻疮和伤痕，气息微弱到几乎感觉不到。我蹲下来把他抱进怀里的时候，他轻得像一片枯叶。别怕，我带你走。小女孩没有反应，但她的手在我抱起她的那一刻，下意识地攥住了我的衣角，攥得很紧，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后来我才知道她的身世，她叫洛凌霜。她生来便没了母亲，村子里的人也把她赶了出去。5岁的孩子，在这个比修仙界还残酷的底层世界里，每天与野狗抢食，睡在路边的草垛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活到我出现的那一天的，大概是老天爷想让她再多受点罪吧。为了养活她，我去了玄天宗做外门杂役，扫地、劈柴、搬运灵石矿、清洗丹炉、喂养灵兽，什么活都干，一天12个时辰，除了睡觉就是干活，报酬少得可怜，勉强购买些粗粮和布料。但洛凌霜长大了，从5岁长到了10岁，从10岁长到了15岁，成了一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天资很好，比我强上许多。我被一位长老看中，从杂役变成了外门弟子，又在10年后进了内门。她跟着我也进了玄天宗，成了我的小师妹。那段日子是我在这个世界300年里最好的一段日子。思绪被拉回现实，恨生剑斩落。可在最后一刻，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握剑的手在抖，在恨生剑贯穿我身体的那一刻，他的眼神有那么一瞬间的空茫，可下一刻便恢复了狠厉。我的身体开始消散，在这片血染的战场上，身后只剩正道大军被魔修屠戮的惨叫。在失去视觉之前，我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他的背影，孤独的像极了300年前那个站在寒宵峰上等了我整整1天1夜的小师妹。对不起，这3个字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时间回到300年前，我进入玄天宗内门的第3年，那时候的我修为已经到了金丹后期，在同辈弟子中算是佼佼水平。洛凌霜比我更快，她入门晚，但天资碾压众人，短短几年便已是金丹巅峰，隐隐有突破元婴的迹象。宗门上下都说她是100年难遇的天才，我心里暗暗高兴。虽然面上还是一副大师兄的端庄模样，心里其实得意的不行。那可是我带大的小丫头。那段时间，洛凌霜被安排到了宗门藏宝阁担任守卫之一，这是宗门对她的信任和重用。新任务发布，任务内容：窃取玄天宗至宝与之仙剑。任务说明：联合魔道势力制造混乱，趁机盗取仙剑。此剑为宿主后期修炼必备之物。奖励：修为直升元婴巅峰加仙级功法混天诀。惩罚：拒绝则永久无法返回蓝星。开什么玩笑！我是玄天宗的内门弟子，洛凌霜的师兄，你让我做叛徒？系统，我拒绝。拒绝则永久锁定穿越状态，再无回归蓝星的可能。提醒宿主，您蓝星的监护人江一雪女士已因您的失踪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目前正在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他在我脑海中投影了一个画面，我的小姨站在街头，憔悴的脸上全是泪痕，手里捧着一叠印着我照片的寻人启事。她在风雪中一张一张的贴着，手冻得通红，边贴边哭。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小姨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年纪才比我大上不到10岁，可在我父母因车祸去世后，是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她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
所有的心血全都倾注在了我身上。他在外打了2份工供我读书，给我洗衣做饭，生病时整夜的守在我床边。他不是我的母亲，但他做的比母亲还多。而我穿越到了这个鬼地方，一走就是几10年。虽然蓝星的时间流速和这里不同，但按照系统的说法，蓝星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小姨一定以为我死了，她一定以为她唯一的亲人就这么消失在了世界上。我闭上眼睛，血液在全身奔涌。很久以后，我睁开眼，我接受任务，却没想到这4个字让我把洛凛霜推进了深渊。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我做了最周密的安排。那些魔修本就觊觎玄天宗的至宝，我给了他们一个内应的身份，他们欣然接受。唯一的问题是洛凛霜，他是藏宝阁的守卫之一，如果他在，以他的实力和警觉性，魔道的人根本进不去，我必须把他引开。于是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小师妹，师兄在寒啸峰找到了一株千年冰灵草，对你突破元婴极有帮助。师兄今日事务繁忙脱不开身，你先去寒啸峰等我，天黑之前我一定赶到。我知道他会去，因为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让他毫无保留的相信，那就是我这个师兄。毕竟是我把他从那个冰天雪地里抱出来的，是我给他取的名字，教他读书写字，教他修炼，是我在他噩梦惊醒的深夜里坐在他床边，一遍遍地说师兄再别怕。他怎么可能不信我？信上还有一句话：凌霜，师兄有个惊喜要给你。那天他去了寒啸峰，换上了我之前送给他的那件淡蓝色的裙子。他只在最开心的时候才会穿那件裙子，可他在峰顶等了整整1天，从日出等到日落，等到风雪渐起，天色暗沉，他没有等到他心心念念的师兄，等来的却是宗门的执法长老。还有一个消息，陈怀安联合魔道窃取了宗门至宝宇之仙剑，以叛逃玄天宗。洛凌霜，你身为藏宝阁守卫却擅离职守，你有共犯嫌疑。洛凌霜与那陈怀安关系亲密，定是早已串通。别看他平常一副清高模样，说不定他早就和那个人私通了呢。众口铄金，他百般解释，无人相信，所有人都指认他是叛徒。宗门将他关押，抽灵拔骨，施以重刑。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牢里，他被打断过骨头，被灌过毒药，被用禁术搜魂。可他依旧相信自己的师兄。在他被折磨的那些夜里，他多么希望看到那个他视作光亮的身影，可到最后也没有人来救他。而始作俑者的我，却在千里之外，用从魔道手中夺来的宇之仙剑，疯狂提升自己的修为。仙剑到手后，我反手就把那些魔修全部斩杀。系统很满意。在洛凛霜被关押的第3年，他消失了，从地牢里消失了。宗门翻遍了整个山门，也没找到他。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直到300年后，洛云大陆出了有史以来第1位天尊境界的女魔尊，而她的名字正是洛凛霜。她心狠手辣，出关后做的第1件事便是血洗了玄天宗，全宗上下数万人无一活口。然后她来找我了，而那时的我也靠系统的帮助达到了天尊境，建立了自己的门派，成为正道联军唯一的仙尊。仙魔2道分庭抗礼，我们在仙魔战场上对峙，隔着千军万马，隔着血海深仇。300年不见，她长大了，曾经那个会追着我满院子跑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浑身魔气、面如寒霜的女魔尊。在她那300年的恨意和杀意之下，我依然能认出那双眼睛，那是我在暴风雪中抱起她时，她第一次睁开眼看我的那双眼睛。我发现自己没有完全消散，确切的说，是系统没有立刻把我送走，他给了我最后1个小时与这个世界道别。最终任务已完成。由于宿主灵魂需要时间稳定，将给予宿主1小时自由时间。1小时后，宿主将返回蓝星，期间宿主以残魂形态存在，无法与任何生灵交互。我悬浮在半空中，像一个透明的旁观者，被困在这个世界的最后1小时里。仙魔大战结束，仙门联军惨败，正道修士被斩杀大半，剩下的要么投降，要么溃散。洛凛霜只身1人御风离开了战场，可他只去了一个地方——寒霄峰，那是玄天宗的旧址。曾经巍峨壮丽的宗门，如今已经被他血洗后化为废墟，断壁残垣间长满了荒草，曾经的仙气缭绕，变成了一片死寂。他站在山崖边，下面是万丈深渊，浓雾翻涌，而山崖边有一棵苍松，枝干苍劲如龙，松针苍翠欲滴。在这片废墟之中，他是唯一还活着的东西，因为这棵树是我和他一起种的。那是他刚进玄天宗的第1年，冬天刚过，春雪初融，他在山上捡了一棵松子，跑来找我，眼睛亮亮地说：“师兄，我们种一棵树吧。”我问他为什么要种树，师兄说过，松树是最坚韧的树，风雪压不垮，雷火劈不到。凌霜也想像松树一样坚强。于是我们在寒霄峰的山崖边挖了一个坑，把松子埋了进去。他很认真地浇了水，还从怀里掏出一条红绳绑在旁边的石头上，说是许愿绳。我问他许了什么愿，他把双手背到身后，脸微微泛红，不告诉你。然后又小声说了一句，小声到几乎听不见：愿师兄永远不要离开凌霜。等凌霜长大了，一定要嫁给师兄。300年后，松子长成了苍天大树，而种树的2个人，一个成了灭世的魔尊，一个变成了飘散的残魂。我看着洛凛霜站在那棵松树前，他伸出手，轻轻触摸着粗糙的树干，然后他慢慢蹲了下来，蹲在树根旁，双手抱住了膝盖，泪水大颗大颗的从他脸颊滑落，滴在枯萎的落叶上。300年，魔尊洛凛霜在无数修士面前从未流过一滴泪，在被玄天宗的地牢里被抽灵挖骨时，他没哭；在血洗宗门时没有哭；在杀死我时没有哭。但此刻面对这棵无言的老松树，他哭得像个孩子，像他5岁那年蜷缩在茅草屋里等不来任何人时的那种哭法。我站在他身后，伸出手想摸摸他的头，可手穿过了他的头发，什么都碰不到。陈怀安，
你骗我！我的残魂在他身后无声的开口：“对不起，凌霜。”可他听不见，没有人听得见。我多么想抱抱他，多么想像小时候那样把他抱进怀里，一遍又一遍的说：“师兄在呢，别怕。”可我已经不是他的师兄了，我只是一缕即将消散的残魂。1小时很快过去，我的残魂开始变得更加透明，要走了。在彻底消散之前，我最后看了他一眼，他还是蹲在那里，抱着膝盖，像一只受伤的小兽，蜷缩在那棵承载着他最珍贵记忆的老松树下。再见了，凌霜。我的意识沉入无边的黑暗，可洛凌霜的故事并没有在那棵松树下结束。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在我看不见的时间线里，他在寒宵风哭了很久，久到天色从暮色变成深夜，又从深夜变成黎明。他哭完之后站起来，擦干了眼泪，然后走下了山。他去了魔宗，召来一名长老。这名长老是当年救他出玄天宗地牢的人之一。洛凌霜一直以为自己能逃出来，是这名长老出于某种目的主动相救。但今天他决定问清楚，因为有一个疑点一直梗在他心里：为什么陈怀安会联合魔道窃取仙剑，而他后来又恰好被魔道所救？太巧了，巧得不像巧合。那名长老被召到洛凌霜面前时，脸色就变了。他注意到了，以他天尊境的感知，那长老心跳骤然加速的变化根本瞒不过他。本尊问你一件事：300年前你救本尊出玄天宗地牢，谁的命令？回魔尊的话，那是属下自己的决定，想着魔尊天资过人。说谎！长老跪倒在地，浑身哆嗦的像筛糠。他那些小动作哪里瞒得过洛凌霜的眼睛？他没有再给他狡辩的机会。天尊境的灵石直接碾压了长老的神魂防御，一头扎进了他的记忆深处。搜魂，长老的记忆像翻书一样在他眼前展开。他看到了一切。他看到一个白衣青年用自己的魂血一滴一滴的化成禁制阵纹，强行将这名长老的意识覆盖，变成了听命于己的傀儡。那个青年的脸，他太熟了。陈怀安。他看到陈怀安通过这名傀儡策划了一场完美的越狱，时间、路线、换班的间隙，每一个环节都精确到了极致。他还看到了更多，远比他想象的多得多。他看到陈怀安在元婴期以越阶挑战的方式，与一头化神巅峰的远古妖兽血战3天3夜。画面中的他浑身浴血，肋骨断了6根，左臂几乎被撕下来，额头的血糊住了整张脸，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可他还是爬起来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被那妖兽拍飞，他就咬着牙从碎石堆里爬出来，举着那柄羽之仙剑，歪歪斜斜的站起来，像一只不会倒下的打不死的蟑螂。妖兽朝他狂怒咆哮，可陈怀安却是吐了一口血，嘴角居然还扯出了一个笑。就这点能耐吗？我还在里面呢，再不解决，那就要发现我了。他是谁？洛凌霜的手指掐进了掌心里，他当然知道他是谁，那是被困在遗迹深处的他。画面继续翻涌，他看到陈怀安在杀死妖兽后力竭倒地，躺在血泊中足足昏迷了半天。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指挥傀儡清理现场的所有痕迹，不留一丝一毫。他还看到了别的，他在一处秘境中遭遇埋伏的那一次，是陈怀安提前3天潜入秘境，以真气毁去了伏击阵法的关键阵眼，让那场埋伏变成了虚惊一场。他偶然发现的那本上古魔功典籍，是陈怀安花了2年时间，冒着生命危险从一处禁地中取出，然后让傀儡放在了他必经的路线上。他在晋升化神时遭遇的那场心魔劫，是陈怀安以神识分身潜入他的心魔空间，替他扛下了最致命的一击，代价是他自己的元神裂痕加深，差点当场暴毙。一幕又一幕，300年，整整300年，他在暗处守了他300年。每一次他以为是天意垂青的好运，每一次他以为是自己足够努力才挺过来的劫难，每一次他以为是命运终于对他稍有眷顾的机缘，全都是他，全都是陈怀安，那个他恨了300年，骂了300年，发誓要亲手杀死的人，一直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用自己的血和命替他铺路。洛凌霜从长老的灵魂寄语中退出来，他的眼前一片模糊，泪水再也止不住。画面还没有结束，最后一幕，他再一次看到了仙魔最终决战的场景。他看到自己的恨生剑刺穿了陈怀安的胸口，两人同为天尊境，那一剑以陈怀安的实力完全能够挡下，可他没有躲，就像是自己撞上来一样。甚至在剑尖刺入的那一瞬间，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嘴角的弧度，他在笑，那种笑不是嘲讽，不是苦涩，是释然，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沉重的东西，像是在说终于结束了。洛凌霜的身体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跪倒在地，他用双手捂住了脸，指甲掐进了自己的皮肤里，血顺着手指滴下来，可他感觉不到痛，因为心里的痛已经把所有感知都吞噬了。他颤抖着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样东西，羽之仙剑，那是他从陈怀安身上夺来的战利品。在陈怀安消散后，这柄剑落在了战场上，被他捡了回来。他原本以为这柄剑只是一件武器，一件背叛的象征，可此刻他发现剑身上的禁制已经解除了，因为设置禁制的人已经死了。禁制消散后，剑魂中显露出了一丝残留的声音，微弱的像是风中残烛，随时会灭，但他听得很清楚。做得好，小师妹，这是师兄的宿命。是陈怀安的声音，嘶哑而又虚弱，却又带着他曾经熟悉的温柔。师兄要走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走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未来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对不起，凌霜，让你受委屈了。声音消散，剑魂归于寂静。洛凌霜跪在地上，双手抱着羽之仙剑，像抱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哭得浑身颤抖，肩膀剧烈起伏，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300年，他等了300年的道歉，终于听到了。可说出这句话的人已经不在了。师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凌霜不要对不起，凌霜要师兄。
你回来，求你回来！可没有人回答他。寒风呼啸过废墟上空，那棵苍松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代替某个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别哭了，凌霜。”此时的我猛然睁眼，面前是一片昏暗的天花板，身体沉重的像灌了铅。我下意识的去感应体内的灵力，却没想到丹田空空如也，经脉像枯竭的河床，连最微弱的灵力波动都感应不到。我变成了一个凡人。但我尝试活动了一下身体，发现虽然修为没了，但肌肉的力量和骨骼的硬度似乎还在，炼体的功底保留了。300年修仙对肉体的锤炼没有完全消失。最奇怪的是，我能隐隐感觉到蓝星似乎也出现了和落云大陆一样的灵气，虽然很微弱。我翻身下床，一个踉跄差点栽倒，视野里的一切都太不真实了。这是一间出租屋，大概10几平米，却不是我熟悉的房间。墙上有粉色的涂鸦，桌上摆着一排护肤品，床单被子都是粉色的，窗台上还有一个小熊玩偶。这是一个女生的房间。我穿越前住的那间出租屋早就不是我的了，这3年估计已经被房东收回出租给了别人。看了看窗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蓝星。我真的回来了，一股巨大的情绪从胸腔里涌上来。300年，我在那个该死的修仙世界里挣扎了307年，从一个18岁的少年到一个仙门至尊，再到一具被魔剑刺穿的尸体，现在终于回来了。我扫了一圈，在床头柜上看到一部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期让我愣。头柜上看到一部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期让我愣住了。3年，蓝星过去了3年，脑海中一片寂静，那个聒噪了300年的系统也消失了。我正准备出去，顺手拿了张纸巾擦了擦脸，下一刻浴室的门却突然打开，一团雾气弥漫出来，接着是一个裹着浴巾的身影，粉色的头发湿漉漉的搭在肩膀上，白雾中露出一张精致的脸，少女的手还在擦着头发，眼神懒洋洋的。然后她看到了我，两个人对视了大概3秒钟，尖叫声差点把我耳膜震穿。少女尖叫着后退了2步，一只手紧紧攥着浴巾，另一只手抓起洗手台上的沐浴露就朝我砸了过来。变态流氓，你怎么进来的？滚出去！沐浴露瓶子精准地砸在我额头上，疼得我一个趔趄。等等等等，我不是变态，我能解释。解释个屁！我要叫警察了。他真的掏出手机准备拨号，外面传来邻居砰砰砰的敲门声。你们怎么了？要不要叫警察？完了，解释不清了，再磨蹭下去真要被当变态抓了。我转身推开窗户翻了出去，这里是3楼，大概8、9米的高度，换做普通人这一跳不死也残。可我发现自己落地的瞬间膝盖微屈，双脚稳稳扎在地面上，连一点颤抖都没有。果然炼体功底还在，300年天尊境的身体淬炼不是白给的。我没有回头，撒腿就跑，风吹在脸上，带着蓝星特有的汽车尾气和城市灰尘的味道，难闻但亲切。一路狂奔了10几分钟，确定没人追上来之后，我停了下来，弯着腰喘气。街边的广告牌上播放着一些我看不懂的新闻，路上的人行色匆匆，表情大多带着一种紧绷的警惕感，这不太正常。我记得以前这条街上到处都是溜达闲逛的人，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电线杆上一张已经泛黄的纸，也许是因为风吹日晒雨淋，边角都卷起来了，颜色褪了大半，但上面的内容还看得清。正中央是我的照片，照片下面4个字寻人启事，在下面是一行手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写字的人大概是手在发抖。淮安，小姨在找你，看到请联系。后面是一串手机号码，落款江一雪。我蹲在电线杆下面，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久到旁边路过的大妈都投来了奇怪的目光。小姨，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我循着记忆朝着家的方向跑去。小姨住的小区离这里不远，大概3站公交的距离。从前我每天走这条路上学，闭着眼都不会迷路。跑到小区门口时，我的心跳快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进了楼道，上了楼，站在了那扇记忆中无比熟悉的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敲门，开门的却是比熟悉的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敲门，开门的却是一个40多岁的陌生男人。你找谁？我是以前住这里的。请问这里原来的住户呢？就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哦，你说上一任租户啊，早就搬走了，大概2年前吧，我也是后来才租的。你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不知道啊，我跟房东签的合同，又没见过上一任。门合上了，我站在走廊里愣了好一会儿。别慌，还有手机号，寻人启事上留的那个号码。我折返到那位租户门前，再次敲门。又怎么了？男人脸上写着不耐烦。不好意思，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就打一个电话。很快，男人犹豫了一下，大概是看我一脸焦急不像坏人，还是把手机递了过来。我拨下那串号码，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我重新拨了一遍，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我心急如焚，准备去派出所查户口迁移记录，凭身份信息应该能查到他搬去了哪里。可我刚走到半路，天变了，不是阴天那种变，而是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团诡异的黑雾，像墨汁一样在蔚蓝的天空中扩散，速度极快。紧接着，街上的人开始尖叫着四散奔逃。妖兽来了，快跑！又是空间裂缝，往地铁站跑，地下安全。我站在街头，看着周围疯狂逃窜的人群，一头雾水。妖兽，空间裂缝，这是蓝星啊！蓝星什么时候有妖兽了？可下一秒我就明白了，黑雾中撕开了一道裂缝，虽然不大，但足以让一头体型接近2层楼高的虎状妖兽从中钻出来。它的体表覆盖着漆黑的铠甲般的鳞片，双眼泛着幽绿色的光，巨大的獠牙上滴着粘稠的咸液。我感受着它的灵气波动，金丹以下大概也就筑基巅峰的水平，但对于蓝星的普通人来说，这就是末日级别的怪物。他朝着奔逃的人群扑了过去，那一瞬间我看到了3个年轻人，2
男一女，大概20岁出头，跑得最慢。他们甚至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虎状妖兽的巨爪拍下，血雾炸开，3条年轻的生命就这么在我眼前消失了，连骨头都没留下。我攥紧拳头，试着调动体内的灵力，什么都没有，连炼气期的门槛都摸不到。可那3个人的惨状就在眼前，待会儿应该就轮到我了。管他有没有修为，老子曾经也是仙尊。我迈开步子冲了上去，300年的战斗本能让我一跃而起，一拳轰在了妖兽的侧颈上，紧接着就是沉闷的撞击声，巨大的反震力从全面传回手臂，震得我整条胳膊都在发麻。但那妖兽竟然被我一拳打得踉跄后退了2步，他发出不甘的嘶吼，绿色的眼睛打得踉跄后退了2步，他发出不甘的嘶吼，绿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像是不敢相信一个凡人能打动他。我也有点惊讶，虽然没有修为，但这具身体的强度远超我的预期。传承的炼体虽然10不足1，但天尊境可不是开玩笑的。妖兽再次扑来，我侧身躲过，同时抓住了路边建筑废墟中一根裸露的钢筋，大概1米2长，手臂粗细，被我一把拔了出来。虽然没有灵力可以灌注，但我有别的东西。魂力和灵力不同，魂力是元神层面的力量。虽然我的修为归零了，但天尊境的元神框架还在，魂力残余也还在。我将残存的魂力注入钢筋，一根普通的建筑废料在我手中变成了一柄散发着淡淡荧光的武器。妖兽感知到了危险，发出暴怒的嘶吼。可我正准备动手，一阵呼啸的风声从背后传来，全体结阵，3号战术包围！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的人从街道2侧涌来，动作训练有素。我惊讶地发现他们身上居然有着微薄的灵力，大概在筑基水平。最前面的那个人，粉色头发扎着高马尾，一身战术制服，一张精致的脸上写满了严肃和凶狠，居然是那个出租屋里遇到的女孩。不对，此刻的她更像一头随时准备撕碎敌人的猎豹。她的手中凝聚着淡紫色的灵力光芒，修为在筑基巅峰的层次。必须在这里把这畜生拦住！畜生拦住！同志们，市民的性命都靠我们了！他一声令下，10几名黑衣人同时释放灵力，结阵合击，灵力交织成网，将那头虎状妖兽困在了中央。一番苦战，有人受伤，有人被拍飞，但最终还是在那女孩的指挥下将妖兽斩杀。妖兽的尸体轰然倒地，激起满地尘土。那女孩大口喘着气，额头全是汗。然后她在清理现场时，看到了人群里的我，手里还拿着那根发光的钢筋。2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她的脸从白变红，又从红变白，估计是想起了刚从浴室出来就被一个陌生男子看光光的事。她二话不说，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带走，押上车。等等，我能解释。少废话，走。就这样，我被塞进了一辆黑色面包车。在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这帮人隶属于华夏官方成立的基魔局。3年前，也就是我穿越去落云大陆的那一刻，蓝星突然开始灵气复苏，天地灵气浓度在接下来的数月内暴增了几10倍。一小部分人类觉醒了灵力，拥有了异能。官方把他们按照实力划分了等级：乙级、甲级、兵级、将级、帅级、皇级、帝级。目前蓝星已知的最高等级是帝级，据说全球只有个位数。而那个粉头发的女孩顾梦瑶是江海市基魔局的队长，将其巅峰异能者。在这座城是江海市基魔局的队长，将其巅峰异能者，在这座城市里算是佼佼者了。同时，灵气复苏也带来了副作用，天空中时不时会出现空间裂缝，从裂缝中降临各种变异妖兽。这些妖兽以灵力为食，以人类为猎物，给蓝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基魔局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成立的。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顾梦瑶坐在我对面，双臂抱胸，眼神警惕。我用了一套说辞：那个出租屋以前是我租的，3年前我莫名其妙被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一直到昨天才回来。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房子被你住了，这事儿真不是我故意的。他显然不太信，但也没有立刻反驳。传送？你是说你也是觉醒者？不算是，我身上没有异能波动。这倒是实话，我现在确实没有灵力。那你怎么在刚才的妖兽面前活下来的？那可是相当于帅级的妖兽。大概是身体素质比较好吧。顾梦瑶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不简单，但确实从我身上探测不到任何异能波动。最终她没有继续追问。好吧，这事儿我先不追究了。不过你刚才说你和家人失联了。对，我小姨名字叫江一雪，3年前还住在城南的老小区，现在搬走了，手机也停机了。你能帮我查查她的下落吗？可以试试。这几年因为妖兽灾害，很多人失联或者死伤，官方有一套寻人系统，不过查到查不到，我不敢保证。谢谢。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哼了一声，把脸转向了窗外，可能还在为出租屋的事生气。我在心里默默道了个歉。顾梦瑶没有上报我的存在，这让我有些意外。后来他跟我解释，这几年有些觉醒了异能的人只想过普通生活，不愿意被官方注册和征召。他虽然身为基魔局队长，但也能理解这种想法。况且，就算我对城市有威胁，他一个降级巅峰也有信心应对。如果他知道另一个世界的我是天尊境，大概就不会这么有信心了。不过我没打算告诉他，这时候引起官方注意只会徒增麻烦，而我只想找到自己的小姨。顾梦瑶托人给我安排了个经济型酒店住下，又给我弄了台手机和一张新号码。我盯着那部崭新的手机，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300年没碰过这种电子产品了。最近一次用手机还是穿越前那天晚上，点了一份外卖，炸鸡可乐，准备美美开一把三角洲，顺便堵个桥。然后那该死的光芒一卷，我人就到了修仙世界。炸鸡没吃到，三角洲也没打成，一晃就是300年。坐在酒店那张硬邦邦的床上，忽然感觉有些不真实。我就是300年，坐在酒店那张硬邦邦的床上，忽然感觉有些不真实。我用手机搜了
搜了搜新闻，满屏都是妖兽入侵、灵气复苏、异能者相关的内容。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3年前的蓝星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技文明星球，现在就变成了半修仙半末世的奇怪混合体。我关掉手机，躺下，劳累一天的我沉沉睡去。那一刻，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我看到了洛岭霜，他站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上，那是魔域之巅，他的权力中心，他一手建立的帝国的顶点。夜色如墨，星河璀璨，可那些星光映在他的白发上，衬得他的脸更加苍白。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身边没有下属，没有侍从，什么都没有。我注意到他的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是宇之仙剑。他一直攥着那柄剑，就像攥着某种执念。然后他低下了头，眼泪一滴滴落下，嘴中好像在呢喃着什么。是手机铃声给我吵醒的，顾梦瑶的声音传来：“陈怀安。”他的声音有些不自然，断断续续的，像是在斟酌措辞。查到了。查到了。你小姨2年前搬到了苏城。苏城。苏城在1年前被妖兽大规模入侵了，整座城市沦陷了。目前苏城已经被官方列为 S 级禁区，全城被大型妖兽占据，通讯中断，没有幸存者的信号。他还活着吗？目前没有他的生还记录，也没有确认死亡的记录。但是说实话，概率很低，抱歉。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小姨，我在修仙世界拼了300年，就为了回来见你，可我回来了。你在哪儿？放下电话，我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动，回忆如洪水般涌来。小时候生病，小姨抱着我跑了10几条街，才找到还开着门的诊所。她的衣服全被汗湿透了，抱我的手臂在抖。那时候的她，明明自己也才17、18岁，却已经倔强的像个大人。放学后，她总会准时站在校门口等我，手里提着我爱吃的糖炒栗子。冬天，她会在我睡觉前用暖水袋给我暖被窝，说被窝冰的话睡不好觉。高考那年，她在考场外面等了一整天，连午饭都没吃。她从来不说累，从来不说难。我知道她一个人拉扯我有多不容易，一个未婚女人独自抚养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她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全部给了我。窗外传来刺耳的警报声，手机上弹出了紧急通知：妖兽入侵警报，请市民立即前往地下防空设施避难。又来了，又是妖兽，可我没有动。那些躲避的本能、理智的判断、求生的欲望，全被一种更原始、更暴烈的情绪盖过了。愤怒。300年了，300年我忍辱，一种更原始、更暴烈的情绪盖过了。愤怒。300年了，300年我忍辱负重，不择手段，背叛所有人，就为了回来。可回来了，亲人没了，家没了，什么都没了，就剩下满世界的妖兽和废墟。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冷风灌进来，带着远处爆炸和尖叫的声音。1楼以下是20多米的高度，酒店在10几楼。我站上了窗台，下面是混乱的街道，有妖兽在追逐奔逃的人群。可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体内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像是一条沉睡了很久的河流，终于开始解冻。细如游丝的灵力正在从天地间自动涌入我的身体。丹田中那片枯竭的河床上出现了一丝水光，不多，但确实存在。修为炼气期仅仅1天，昨天回来的时候，我的身体还是纯粹的凡人状态，今天却自动开始吸纳灵气了，就好像我曾经的修为在一点一点的复苏。天尊境的丹田容器还在，之前的功法路径还在，意境领悟还在，现在只是往回灌水而已，速度远超常人。炼气期的灵力虽然微不足道，但配合上我300年的意境和功法理解，足够了。我从10几楼一跃而下，落地的瞬间，灵力在双腿中运转，卸掉了冲击力，面前就是那头正在追杀市民的妖兽群，数十只灰狼形态的妖兽，体型如牛犊，筑基期的水平，我以灵力凝聚出一柄透明的、近乎虚幻的灵力剑。炼气期的灵力催动天尊剑诀，总有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不过功法和意境的差距足以弥补修为上的鸿沟。随着我出剑，一道银白色的剑气划过夜空，弧线优美的像月亮的弯刀。斩！剑气扫过，前方数十只灰狼妖兽的身体同时一僵，然后齐齐分裂，数十只妖兽的尸体轰然倒地，一剑全灭。路边还没来得及逃进地铁站的几个市民，看到这一幕直接傻在了原地，嘴巴张得能塞进一整个苹果。一个大叔甚至忘了自己正在逃命，绊了一跤，摔了个狗吃屎。可我没有停下，更多的妖兽从天空裂缝中涌出，狼形、蛇形、鹰形，种类繁多，但实力大多在筑基期。我疯了一样冲向他们，每杀死一只妖兽，他们体内的精魂就会被我吞噬，那些精魂中蕴含的灵力涌入我的丹田，填充着那个巨大的容器。修为在飞速攀升，这种感觉像是干涸了100年的荒漠突然迎来暴雨，每一寸经脉都在贪婪地吸纳着灵力。我不知道杀了多少只，只知道到那一晚结束时，我的修为已经稳定在了筑基巅峰。衣服被妖兽的血浸透了，混着我自己的伤口流出的血，但我的眼里燃着火。小姨，你等我，不管你在哪，我一定会找到你。接下来的几周，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节奏猎杀妖兽，白天在城市边缘游猎，晚上在没人的废墟中修炼，修为在持续攀升。金丹初期，金丹中期，金丹巅峰，每一次突破都顺畅的不可思议，就像一个曾经走过一遍的路，在走第2遍时，每一步都准确无误。到第3周结束时，我已
已经达到了金丹巅峰，摸到了元婴的门槛，相当于蓝星世界的帅级十阶异能者。我尽量避开寂寞局的人，不想惹麻烦。可该来的还是来了。那天傍晚，江海市上空再次撕裂，但这次的裂缝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大到能吞噬一整个足球场。黑雾翻涌，如同沸腾的墨海，一股前所未有的妖气从裂缝中喷涌而出。我站在3公里外，都感受到了那股令人发寒的压迫感。元婴不止元婴，元婴巅峰甚至有向化神靠拢的趋势。一个庞然大物从裂缝中钻出来，那是一条巨蟒，通体漆黑如墨，鳞片在目光中折射出妖异的紫色光泽，粗如城市的下水管道，长度看不到尾巴，至少100米。它盘踞在江海市的上空，蛇信子吐出来的时候，方圆数里的温度骤降。最恐怖的是，它开口了：“此处人族气息浓郁，甚好。”口吐人言，已经诞生了灵智。这是一头真正的大妖，而它的身后还跟着无数修为略低的妖兽。寂寞局出动了，不只是顾梦瑶的江海市分部，上面甚至派来了一名帅级异能者增援林天。林天虽是个年轻小伙，但他眼眸深邃，经历的大战并不少。他浑身散发着金属质感的灵力波动，他的异能化作一柄巨大的火刃，甚至已经可以释放灵压。帅级巅峰，相当于金丹巅峰。可面对这头冥幽蟒，他也只是勉强。双方交手了不到10分钟，林天就被盲尾扫中，整个人像炮弹一样射出去，砸穿了3栋建筑才停下来，吐了一口血。他半跪在废墟中，脸色铁青。他可是帅级，在元婴大妖面前却跟纸糊的一样。金魔局的其他人更惨，这一战上百名异能者当场身亡，有的甚至被那巨蛇劈成2截，重伤的更是不计其数。总部的增援怎么还不到？他娘的，这就是让我们去送死医疗异能的人呢！小李他撑不住了。一名金发青年捂着怀中少女的伤口哭了出来。他们都是江海市金魔局的执行官。那名满身是血的少女，同时也是他的爱人。队长，医疗小组的人已经全部牺牲了。那不只是恐惧，那是绝望。这根本不是帅级，这是皇级。在这种力量面前，我们都只是送死而已。队长，要不撤退吧？那青年抹了一把眼泪，随即露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神情。他颤抖着摸出火机，点上一根蚊香。你带着小黎后撤，保护好他。队长，你疯了吗？同志，其他小队还在浴血奋战，我们的身后是几百万的江海市市民，是千万的人民。我们退了，他们怎么办？其他人不怕死的，跟我来。那些队员的神情居然也是视死如归。另一边的顾梦瑶被盲尾扫中了侧身，飞出10几米，撞在一辆翻倒的公交车上，昏迷不醒。林幽蟒懒洋洋地盘在那里，蛇瞳中满是玩味。对他来说，这些人类不过是手指一弹就能碾死的蝼蚁。无聊，这个世界的人类就这么弱吗？杀起来都没什么乐趣。可下一刻，他便看到一个男人从暗处走了出来，一步一步走到了明幽蟒的面前，脚步很慢，完全没什么威胁。废墟上的烟尘还没散尽，火光映着我的侧脸。明幽蟒低下头，蛇瞳盯着我，他能感知到我的修为筑基巅峰，在他眼里就是一只蚂蚁，可他却在灵魂深处感觉到一抹寒意，就好像刻在他的识海之中一样，让他感觉面前的人有些眼熟，但区区筑基又怎抵得上他数百年修为？又来一个找死的！我没说话，丹田中的灵力在急速运转，按照一种远超当前境界的功法路径流动。这是我前世自创的秘术，黄泉指，天尊级杀招。即杀招，以灵魂之力为引，以天地灵气为刃，凝聚于一指之间。一指之出，如黄泉倒灌，万灵俱灭。以筑基巅峰的灵力来催动这个秘术，等于用1个碗去装1条河，身体会承受巨大的反噬。但能不能打出这一击呢？因为关键不在于灵力有多少，而在于对道运的理解有多深。300年的领悟，再加上曾经系统给我的灌注，够深了。明幽蟒有些不耐烦，马尾抡了过来，带着能把一座山拍成碎石的恐怖力量。我侧身极限闪避，马尾擦着我的衣角砸在地面上，方圆100米的地面塌陷成了深坑。我在空中翻了3个跟头稳住身形，不等落地，我的右手已经伸出了食指，指尖上一点幽蓝色的光芒凝聚。那光芒不像灵力的辉煌璀璨，而是一种深邃的、幽暗的，如同深渊中燃烧的灵火般的光。明幽蟒的瞳孔猛地收缩，他感知到了那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一点光芒中，蕴含着足以灭杀他的恐怖力量，连带着前世今生。不可能！你区筑基！来不及说完，我的手指点出黄泉指，一道幽蓝色的光柱从我的指尖射出，穿过空气时发出尖锐的无鸣。那声音不像是光在移动，更像是空间本身在被撕裂。光柱的速度快到肉眼无法捕捉。明幽蟒的瞳孔中映出了那道光，然后他的舌头炸开了，漫天的黑色血雨如瀑布般倾泻。巨大的蟒身失去了控制，从半空中坠落，砸在城市的街道上，激起方圆数百米的尘浪。元婴大妖一指灭之，我落在地面上，右臂却在颤抖。这是强行施展高阶功法的反噬，经脉中有多处出现了细微的裂痕。我的嘴角溢出一缕血丝，周围还活着的基魔局成员全都看呆了。林天从废墟中爬出来，一身灰尘，满脸不可置信。他亲眼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只有将级实力的年轻人，一指就杀了他连半分钟都撑不过的元婴大妖。什么时候江海市冒出了这么一号人物？可没等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天空又裂了。这一次裂缝比刚才更大更深，从裂缝中溢出的气息让他的血液都凉了半截。地级妖精，一道人形轮廓从裂缝中走了出来，没错，是走出来的，不是钻，不是飞，不是涌，而是从容不迫的带着一种俯视众生的优雅走了出来。那是一个有着人形躯体的妖兽，男性的面容，
五官精致到诡异，肤色苍白如玉，双瞳却是竖立的金色蛇瞳。他身着一袭漆黑的铠甲，背后展开一对覆盖着深紫色鳞片的巨翼，几乎遮住了半个天空。地级妖兽，第10体。我站在原地，感受着那股从天而降的恐怖威压。这个等级的妖兽，整个蓝星都没出现过几次，而此刻出现在了小小的江海市。林天的脸色已经不是铁青了，而是死一般的苍白。他经历过无数次战斗，但从未面对过地级的存在，因为在蓝星，地级异能者整个华夏只有1位，而那位正在北域抵御另一头地级妖兽。换句话说，江海市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应对这个东西。直升机还在上空盘旋，将现场的画面通过卫星信号传回了华夏机模局总指挥部。指挥室里一片死寂，大屏幕上第10天的身影宛如降世的魔神。地级，又一头地级，怎么会出现在江海市？那里只是 C 级防御城市，联系北域的楚地。来不及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盯着屏幕。第10天低下头看了看脚下的城市废墟和那些在废墟中瑟瑟发抖的蝼蚁般的人类，他笑了，那种笑容里带着一种纯粹的轻蔑。刚才那道灵力波动还算有点意思。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是你杀的本座先锋。我攥紧了拳头，右臂还在因为黄泉池的反噬而隐隐发痛，经脉的裂痕还没有愈合。元婴境都没达到的我，面对化神级别的地级妖兽，胜算接近于0。我完全有能力施展功法逃跑。天尊级的身法意境配合筑基的灵力，至少能逃出他的追踪范围。但我没有走，因为身后还有人，还有昏迷的顾梦瑶、受伤的凌天，以及那些来不及撤离的机模局成员，还有这座城市里无数正在逃向地下防空设施的普通人。可是小姨，也许还活着的小姨，如果我死在这里，谁去苏城找她？可如果我逃了，这里的人怎么办？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圣人，300年的修仙路上，我坑蒙拐骗、背信弃义、杀人无数，什么缺德事都干过。可这是蓝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终究做不到在自己同胞送死的时候转身跑路。也许是因为小姨从小教我的那句话：淮安啊，做人要有良心。第10天似乎对我的沉默感到不满。蝼蚁，你们人类也不过如此。本座奉至高存在之命降临此界，原以为会有些乐趣，没想到如此无聊。至高存在什么意思？这些妖兽不是随机从位面裂缝中降临的吗？他们是被命令来的，被谁？我没有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因为第10天动了，不是快到看不见，而是直接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下一瞬，他就出现在了我的身侧。本座问你话呢！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从右侧轰来，我的身体被一只巨大的手掌拍中，像一颗炮弹一样射了出去，穿过了无数楼房，最终嵌在了第4面墙里。口中喷出一大口血，胸腔里有好几根肋骨断了，内脏移位，经脉崩裂。就这种程度吗？第10天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充满了失望。我从墙壁的凹坑里拔出来，踉跄着站起来，视线是模糊的，嘴里全是血。可我脑子很清楚，化神中期，以我目前的修为和状态，正面打根本不可能。不过谁说非得正面打？我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笑了。第10天挑了挑眉，一个将死之人居然还在笑。他没有急着出手，似乎想看看这只蝼蚁还有什么花样。我开始燃烧寿元，这是一种禁忌的手法，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在短时间内爆发远超自身极限的力量。普通修士燃烧寿元最多能提升1-2个小境界，但我不是普通修士，我的丹田容器是天尊级的，我的功法理解是天尊级的，我只是缺灵力，而燃烧寿元恰好可以将生命力转化为灵力，以命换力，以命搏命。丹田中一股滚烫的力量如火山喷发般涌出。修为：金丹初期、金丹中期、金丹巅峰。元婴初期还在升，元婴中期、元婴巅峰，到这里就是极限了。再升就不是燃烧寿元，而是自爆。元婴巅峰对化神中期差了一整个大境界加2个小境界，看起来依旧是必死之局，但够了，够我出那一剑了。我凝聚全身灵力，将它们全部汇聚在右手，一柄虚幻的长剑在手掌中成型，正是与之仙剑的模样，通体透明，泛着淡淡的银白色光芒。这是我前世的本命剑诀坠星，以牺牲攻击范围为代价，将所有力量凝聚于一点，一剑之出，如星辰坠落，不破不休。第10天终于察觉到了不对，他感受到了那柄虚幻之剑中蕴含的恐怖力量，不是元婴层次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惊骇之色，不过也终究只是惊讶。身为化神老怪，他又怎会没有底牌？可就在我即将出剑的那一瞬间，天裂了，不是之前那种位面裂缝，而是整个天穹被撕开了，整个蓝星的时间仿佛都被停滞了下来。一道横贯天际的银河从天幕中迸裂而出，星光璀璨，如同银色的瀑布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刻的感觉，那股从银河中喷涌而出的威压，浩瀚到让人绝望，恐怖到让灵魂战栗。所有人都被压得无法动弹，林天直接跪倒在地，口吐鲜血。昏迷中的顾梦瑶的身体不受控制的痉挛，普通人在100公里外就晕了过去。就连第10天化神级别的地级妖兽，他的脸上也出现了一种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恐惧，因为他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力量，不是化神，
不是炼虚，他认得这股气息，这个宇宙中最高层级的力量。银河之中，一道身影缓缓走出，那一瞬间，华夏总指挥部的直升机信号断掉了，它干干净净，就好像被什么无形的力量一把斩断了一样。不止华夏，整个蓝星的网络、卫星通讯、电磁信号全部中断，所有电子屏幕变成了雪花，所有的雷达变成了白板，就像有人按下了整个星球的静音键。而此刻，银河之中，一道身影踏着星光走出，他穿着一袭玄色魔纹长袍，黑红交织的纹路如同燃烧的血焰在衣袍上流动，长发如雪，在星光中泛着冷冽的银，面容苍白到近乎透明，精致的不似凡间之物，眉心一道殷红的魔纹，像是第三只眼，又像是一朵永恒绽放的血色花，冰冷、暴力、疯狂，却又带着一种让人心碎的孤绝。他悬浮在半空中，周身散发的魔气将方圆数百里的天空染成了暗红色。那双眼睛扫过这片陌生的钢铁丛林、高楼、公路、汽车、灯光，这些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然后他的目光向下看去，看到了废墟，看到了血迹，看到了第十天，最后看到了我，在一片狼藉中浑身浴血、摇摇欲坠的我。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我和他对视，隔着上千米的距离，隔着两个世界的时空。他的眼神里有错愕，有惊讶，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到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惊讶，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到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的情绪。那种情绪，我在300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见过。在他5岁那年，我把他从茅草屋里抱出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看我的第一眼，就是这种眼神，像是在绝望的深渊中突然看到了一束光。第十天在这股毁灭级别的威压下，连站都站不稳了。他的双腿在颤抖，眼中满是恐惧。这种从灵魂深处诞生的恐惧，不是他能用修为和实力去抵抗的，因为这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他想说话，想求饶，想恐吓，想逃跑，什么都好，可他连嘴都张不开。骆岭霜甚至没有看他，他的目光从看到我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移开过。然后银河中溢出了一抹剑光，只是一抹淡淡的，如同最轻的一笔水墨。那道剑光穿过空间，穿过第十天的领域，护体魔气，肉身防御，穿过了一切。第十天的身体一僵，然后像一面碎裂的镜子一样崩解，连灰都没有留下。化神级地级妖兽，连这神秘女子一个正眼都没分到，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被抹杀了。所有还活着的人，没有人敢说话，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来。被那股天尊级的威压压着，连呼吸都成了奢侈。林天趴在地上，浑身的骨头嘎吱作响，感觉自己快被压成肉饼了。他拼命抬起头，透过血糊住的眼睛看着天空中的那道身影。这是什么怪物？这已经不是地级了，这已经超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等级划分。而骆岭霜终于动了，他从天空中落了下来，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还是那股寒冽的带着梅花冷香的气息。300年了，原来他一点都没变啊！我无力的倒在废墟里，浑身是血，很狼狈的看着他，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李霜，他跪了下来，堂堂魔道至尊，天尊境女魔尊，跪在了废墟和碎石之中，跪在了我面前。他发疯一样的往我体内灌注灵力，手在抖，他的眼泪从那张苍白的、冰冷的、300年来从未在人前展示过一丝软弱的脸上滑了下来，一滴两滴，然后是无数滴，像是那种压抑了太久，终于在某一刻彻底决堤的哭。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久。时间回到落云大陆，回到我的残魂消散，灵魂被系统送回蓝星的那一刻，他在寒霄峰哭了1天1夜，哭到眼泪干了，嗓子哑了，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从长老的记忆中看到的真相和宇智仙剑中那段虚弱的道歉，像2柄刀一前一后插进了他的心脏。300年的仇恨，300年的恨意，在一瞬间全部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仇恨痛万倍的情绪。他亲手杀了那个全部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仇恨痛万倍的情绪。他亲手杀了那个一直保护他的人，亲手杀了那个把他从深渊里捞出来，又在暗处守了他300年的师兄。林霜，不要对不起，林霜要师兄。可师兄已经不在了，那个温柔的声音，那只总是揉他头发的手，那个会在暴风雪中抱着他说别怕的人消散了，像一缕烟一样。他想过追随而去，手握恨生剑横在自己的颈侧，只要轻轻一划就结束了，就可以去找师兄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在他的识海中响起，苍老的、深邃的，仿佛跨越了无尽岁月的声音。他没有死。骆岭霜的手一颤，剑差点掉了。他只是去了另一个位面的世界，你要找他吗？要，当然要，不管天涯海角，不管星海尽头，我要找到他，哪怕搭上自己的命。于是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抛下了魔域，抛下了他一手建立的帝国，无数追随他的魔道修士，还有落云大陆上至高无上的权柄，全都不要了。他只要找到陈怀安，以天尊境的修为，他撕裂了落云大陆的位面壁障，踏入了茫茫星海。可星海浩瀚无垠，位面世界如恒河沙数，不可计量。他怎么找？没有方向，没有线索，只有那道声音留下的一句模糊指引：顺着因果之线，因果之线，他与陈怀安之间因果之线，因果之线，他与陈怀安之间300年的羁绊，构成了一条极其微弱的跨越位面的因
果丝线。天尊境的他勉强能感知到这条丝线的方向，于是他追，一个位面接一个位面的追。星海中的每一次位面穿越，都伴随着恐怖的时空乱流，那种力量能撕碎大能修士的肉身和元神，即便是天尊境的他也不能幸免。第一次穿越时，他的右臂被时空乱流撕裂，鲜血在虚空中化作红色的雾，他咬着牙接上了断臂，继续前行。第二次穿越时，他误入了一个荒芜的位面世界，被那个世界的天道意志视为入侵者，遭到了毁灭级的排斥。天劫降下，九天雷罚，他硬撑着挡了下来，代价是全身经脉碎裂了1/3。第3次、第4次、第5次，无数次，每一次穿越都是一次赌命。他在一个叫做乱星海的位面中，遭遇了3名天尊级的远古强者围攻。那个位面的规则极其残酷，弱肉强食是唯一的法则。他一个人对抗3名天尊，战斗持续了7天7夜，他赢了，但也几乎是半死的状态。魔纹碎裂，白发被血染成红色，一身华贵的魔尊战袍烂得不成样子。他就那样漂浮在乱星海的虚空中，浑身是伤，意识模糊。但他没有停下，因为那条因果之线还在，微弱的若有若无的牵引着他，在一个方向越来越远的方向。他继续走，他继续走，一个位面又一个位面。时空乱流中的时间是扭曲的，蓝星上也许只过了几天，但他经历的时间整整1000年。他独自一人在无尽的星海和位面中穿行了1000年。1000年里，他的修为在无数次生死战斗中被磨砺到了天尊境的极限。1000年里，他的容颜没有丝毫变化，但眼中的光芒变了，不再是仇恨，不再是癫狂，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执念。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第1000年的某一天，因果之线忽然变得强烈了，强烈到他的整个灵魂都在震颤。他撕开了最后一道位面壁障，看到了一个蔚蓝色的星球，感知到了一股熟悉到让他想哭的气息。然后他看到了他在那片废墟中，浑身浴血，奄奄一息，面对着一头化神境妖兽，明明随时可以逃跑，却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准备拼命，跟以前一样，永远都是这样，永远把自己往死路上逼。那一刻，他忍了1000年的眼泪，终于决堤了。师兄，你为什么要骗林霜？求求你不要离开林霜！不想回答他，可我说不出话，身体已经撑不住了。第10天的那一击打碎了我大半的内脏，再加上燃烧寿元的反噬，此刻的我就像一盏了我大半的内脏，再加上燃烧寿元的反噬，此刻的我就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意识在模糊，视线在暗淡，最后映入眼帘的是他哭红的眼眶和眉心那朵殷红的魔纹。直播信号恢复后，所有人只知道那头地级妖兽被神秘力量当场斩杀了。现场除了几个还活着的基魔局成员外，那个神秘的青年和那个白发女子都消失了。林天浑身颤抖地爬起来，看着天空中已经愈合的裂缝，他的嘴唇哆嗦了好久，才挤出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是被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弄醒的。睁开眼，暗淡的光线，木质的天花板，空气中有一股草木的清香，混着某种我很熟悉的冷冽的梅花香。我转了转脑袋，全身都疼，骨头、内脏、经脉没有一个不疼的，但好歹还活着。然后我看到了他，骆岭霜趴在我身边，脑袋枕在床沿上，白发散落了满床，衬着他苍白的脸。他睡着了，脸上还挂着丝丝泪痕，是那种哭着哭着累到睡着了的样子。他的手纤细的，白得近乎透明的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袖，攥得很紧，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散一样。我看了他很久，久到窗外的光线从昏暗变成了明亮。这是一间小木屋，四面墙壁是原木搭建的，有窗户，有床，有一个搭建的，有窗户，有床，有一个简单的桌子。窗外是茂密的森林，还能听到鸟鸣和溪流声，远离城市，远离一切。这是他变出来的吧？以天尊境的手段，凭空变出一间小木屋不算什么难事。我试着感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之前燃烧寿元带来的那点恢复的修为，全在跟第10天的战斗中耗尽了。现在的我又变成了一个低阶修士，淡蓝星的灵气正在缓缓渗透进我的身体，滋养着受损的经脉和脏器。虽然速度很慢，但确实在恢复。我低头看了看骆岭霜，她的魔纹长袍上有很多处破损，不是跟第10天战斗留下的，更像是长期在恶劣环境中穿行磨损的痕迹。她的手上有好几道已经愈合的疤痕。天尊境的修士身上怎么会有愈合后的疤痕？除非那些伤重到连天尊境的恢复力都无法完全消除。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光是那些疤痕就足以让我不敢去想。他醒了，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注视，眼睫颤了颤，缓缓睁开，对上了我的目光。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彼此，然后他猛地坐起来，手足无措。堂堂天尊境女魔尊，此刻红着脸，慌乱的不知道手该放在哪儿。你醒了？饿不饿？我去。林爽，他的身体僵住了，像是被定住了一样，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过头来。我去。林爽，他的身体僵住了，像是被定住了一样，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过头来，眼里有泪光在闪。你都知道了。他没有说话，只是慢慢的蹲了下来，蹲在我的床边，把脸埋进了双臂里，肩膀在抖。林霜不，是林霜错了，林霜不该恨师兄的，林霜杀了师兄，林霜该死。我伸出手放在了他的头上，他的身体颤了一下，然后僵住了，好像这个触感，这只手放在他头上的感觉，唤醒了某段遥远的记忆。300年前，每次他做噩梦哭醒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把手放在他头上，然后说：别怕，师兄在呢。
如今300年过去了，我的手还是放在了那个位置。他哭了，从闷声的啜泣到压抑不住的痛哭，整整1300年的委屈、悔恨、思念、恐惧，全部在这一刻倾泻而出。我没有说话，只是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就像以前那样。他哭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太阳缓缓落下。等到他终于哭够了，抬起红肿的眼睛看我时，我的衣袖已经被他的眼泪泡透了。师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不能说，有些事情不到最后不能说。是那个叫系统的东西吗？你怎么知道系统感？搜魂的时候看统的东西吗？你怎么知道系统感？搜魂的时候看到了一些，那个长老的记忆里有你跟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对话的画面。虽然看不到那个东西，但能感觉到你在接受某种指令。对，系统，一个把我丢到落云大陆的东西，他给我任务，我完成任务就能回到蓝星，回到我的世界。所有的任务，包括背叛宗门、联合魔道、偷盗仙剑，甚至最后死在你手里，全都是他安排的。那你对领霜做的那些，救领霜、保护领霜、给领霜留机缘，那些不是系统安排的，那些是我自己做的，每一次都是。他的眼泪又要掉下来了，我赶紧补了一句：别哭了，再哭我衣服就没得换了。他噗地笑了一下，笑了一半又憋住了，变成了一个半哭半笑的奇怪表情，真难看，但也真好看。之后我们聊了很多，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系统、穿越、蓝星、小姨，所有的一切。他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听完之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那个声音引导领霜去找你的声音，如果他也是这个布局的一部分呢？你什么意思？领霜在星海中穿行了1000年，每一次撕裂位面壁障都会消耗巨大的力量，而每一次位面被撕裂，两个世界之间的壁垒就会变得更薄。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利用领霜来打通两个世界之间的通道，那个声音就是最好的诱饵。我的后背凉了，他说的有道理，太有道理了。那个引导他寻找我的神秘声音，苍老深邃，仿佛来自远古。如果他不是好心指路，而是有目的的引导他，目的是什么？让天尊境的落领霜不断撕裂位面壁垒，为某个存在打通降临蓝星的通道。这个推测让我浑身发冷，但现在还不是追查这些的时候。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小姨。我把情况告诉了落领霜，他说了一件事：领霜初到蓝星时，曾用神识扫过方圆数千里。你说的那座苏城，地表确实被妖兽占据了，但地下有人类的气息，还活着呢。你确定？确定。虽然被某种灵力屏障隔绝了，但领霜的神识可以穿透，至少有上千人在地下。其中有没有？领霜不认识你小姨，分辨不出来。但既然有人活着，就有希望。希望，那一刻，这2个字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都在这间小木屋里养伤和修炼。落领霜的修为被蓝星天道压制在了炼虚境，他把方圆百里用神识屏蔽了，任何生物都无法进入。这个统领万魔、杀伐果断的魔域女帝，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照顾凡人丈夫的小媳妇。因为我现在确实跟凡人差不多，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虽然她完全不会做饭，做出来的东西基本都是黑暗料理，但她不允许我说难吃，她帮我换药。虽然她的手上力道控制的不太好，一个不小心就把纱布勒得我龇牙咧嘴。她在我修炼的时候守在旁边，虽然她什么都做不了，但她就是要守着，就那么坐在我身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候我偷偷看她，她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伸手摸一下我的头发，然后飞速缩回去，表情是那种我什么都没干的僵硬。这个1300岁的魔尊真的很可爱。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蓝星的灵气充沛度远超我的预期，我的身体在不断吸纳灵气，修为稳步攀升。到了第3个月，我已经达到了金丹巅峰，相当于蓝星的帅级异能者，恢复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毕竟天尊境的容器摆在那里，往里填灵力就是了。身体也基本痊愈，是时候出发了。苏城距离江海市大约800公里，曾经是一座繁华的沿海城市。人口上百万，现在却是一座死城。我和落领霜从空中俯瞰，整座城市被妖兽的巢穴覆盖，高楼大厦的外墙上爬满了黑色的菌丝状物质，街道上堆积着废弃的车辆和不知名的残骸，空气中弥漫着腐败和魔气混合的恶臭。偶尔能看到妖兽在废墟中游荡，帅级、皇级的都有，但在落领霜面前全是渣。一路上遇到的妖兽，不管是帅级的变异巨熊，还是皇级的深渊中魔，全部被他一指弹灭。到达苏城核心区域时，他终于有了更清晰的感应。地下往下走800米，有一个被灵力隔绝的空间。我们直接破开地面往下钻，800米的地下是一片庞大的人造空间，是一处改造过的巨型地下实验室。灯光暗淡，但能看到很多简易的住所和生活区，还有人，上千人。他们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从天花板破洞中降落下来的我和落领霜，尤其是落领霜，一身玄色魔纹长袍，白发如雪，眉
眉心殷红魔纹，在这些普通人眼里，跟古代的妖魔鬼怪没什么区别。异能者是异能者入侵了，全体戒备。一个30多岁的男人冲到了最前面，他穿着一件已经脏得看不出原色的制服，面容疲惫但眼神锐利，他的手上泛着淡淡的凌厉光芒，帅气淡的凌厉光芒，帅气异能者萧文远曾经是一名警察，在妖兽入侵后觉醒了灵气隔绝天赋，正是他的天赋将整个地下城市与地表隔绝，让上千名幸存者躲过了妖兽的搜索，但代价是巨大的灵气消耗。此刻的他看起来极为虚弱，脸色苍白，显然灵气已经接近枯竭。我们不是敌人。你们是谁？怎么进来的？我叫陈怀安，来找人。我小姨江一雪可能在你们当中。萧文远愣了一下，江一雪，你说的是那个总是在打听失踪侄子消息的姐姐？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她在小姨活着，带我去见她。你等一下，你们到底怎么穿过我的灵力隔绝的？萧文远的眼神紧紧盯着骆凌霜，虽然他把修为伪装压制到了元婴境，也就是黄级异能者的水平，可萧文远依旧感觉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他的直觉在告诉他，这个女人不简单，远远不是黄级那么简单，因为她很强。我简单的回答了。萧文远沉默了几秒，最终没有再追问。他带着我们穿过地下城市的通道，七拐八绕，来到了一个靠角落的小房间门前。就在这里。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房间很小，只有一张简易床和一把椅子，床上坐着一个女人。她是推开门。房间很小，只有一张简易床和一把椅子，床上坐着一个女人。她瘦了太多了，可那双眼睛我认得。从小到大，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的时候，每天晚上给我塞被角的时候，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都是这双眼睛看着我。小姨，她抬起头，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她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怀安，是我，小姨，我回来了。她愣了好几秒，然后猛地从床上扑了过来，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怀安，你还活着？你到底去哪儿了？小姨找了你3年，我以为你不在了。她边哭边捶打我的胸口，力气不大，但每一下都捶在我心上。对不起，小姨，对不起。身后，骆凌霜静静地站着，她看着这一幕，眼眶也红了。后来，小姨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我给她介绍了骆凌霜。小姨，这是凌霜，是我的道侣。哦，不对，女朋友。骆凌霜的眼睛瞪大了，女朋友是什么？不过道侣她还是知道是啥意思。不对，她什么时候答应了？这个坏师兄可在小姨面前，她又不好反驳。小姨拉着骆凌霜的手，上下打量了半天，然后红着眼眶笑了。真好看，怀安有福气。骆凌霜的脸疼得红了，堂堂魔域女帝。骆凌霜的脸疼得红了，堂堂魔域女帝被一个凡人阿姨夸得满脸通红。那个娘，小姨愣了一下，然后笑出了声。好孩子。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洋洋的。这大概是300年来最温暖的一个瞬间了。小姨安全了，但苏城的上千名幸存者不能一直待在地下。萧文远的灵气已经接近枯竭，隔绝天赋随时可能消失。一旦失去隔绝，地表的妖兽就会蜂拥而至，必须清理苏城的妖兽。这件事交给我和骆凌霜。骆凌霜把修为压制在元婴境的水平，再高了容易引来不必要的注意。即便如此，苏城的妖兽在他面前也不过是土鸡瓦狗。我和他并肩作战，花了3天时间，将苏城地表的妖兽清剿殆尽，大大小小上百只，连那头盘踞在城市中心的黄级妖兽也被我们联手斩杀。萧文远在远处看着，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这2个人到底是什么怪物？清剿完毕后，我联系了顾梦瑶。苏城安全了，有上千名幸存者需要撤离。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什么？你说苏城？那个被定为 S 级禁区的苏城？对。你在开什么玩笑？那里有至少3头黄级妖兽，上面都不敢派人去。处理完了，来接人吧。长长的沉默，然后是一声叹息。行，我派车过去。顾梦瑶来接人的时候，带了20辆军用卡车。她看到了骆凌霜，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目光变得微妙起来。这个女人，白发魔纹，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样，跟林天描述的那天在江海市上空出现的神秘女子的特征完全吻合。顾梦瑶没有说破，但她看我的眼神变了，从好奇变成了审视。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叮嘱她对我们的存在保密，她答应了。上千名幸存者被安全转移到了江海市。我在江海市租了套房子，把小姨安顿下来。小姨住进新房子的第1天，拉着我和骆凌霜坐下来，絮絮叨叨的嘱咐了一堆，注意安全啊，别老是打打杀杀的，要好好吃饭，别熬夜。然后她看看我，又看看骆凌霜。怀安啊，这姑娘对你是真好，你可不能辜负人家，赶紧把正事办了。什么正事？还能什么正事？结婚啊！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骆凌霜更夸张，直接站起来，脸红到了脖子根。那个，他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1300岁的魔尊被一个凡人阿姨催婚催到语无伦次，我忍着笑没敢笑出声。之后的日子，我和骆凌霜在江海市住了下来。他学会了用手机，虽然老是把微信和相机搞混。他学会了用洗衣机，第1次用的时候放了整整1瓶洗衣液，泡沫从洗衣机里溢出来，淹了半个阳台。他还学会了看电视，最喜欢看动物世界，因为那些小妖兽好蠢。偶尔他会在夜里偷偷靠近我，在他以为我睡着了的时候，轻轻在我脸上
上落下一个吻，然后飞速缩回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可他不知道，我一直都醒着。1300年的思念，他还是那么小心翼翼，像是怕吓跑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灵气复苏在加速，蓝星各地的灵脉像是被人打开了开关，疯狂的喷涌灵气，天地异象频发，彩云覆日，灵泉涌逝，地脉崩裂。远古时期才会出现的景象，一个接一个的冒了出来。因时千年的远古修士纷纷出关，昆仑山、龙虎山、终南山这些传说中的修仙圣地，突然冒出了一大批隐士高人，他们多数是正道，修为从元婴到合体不等，但也有一批被封印在蓝星地脉深处的远古魔修，随之苏醒。他们是上古时期被正道封印的存在，如今封印因灵气暴涨而松动。重见天日后的第一件事，抢夺灵脉，奴役凡人。官方鸡魔局在这些真正的修士面前，跟纸糊的一样。一名自称血衣老祖的炼虚境魔修率先动手，他占据了江海市附近的一处灵脉，屠杀了驻守的鸡魔局小队。顾梦瑶率队增援，被打成重伤。萧文远拼死护住他撤退，自己也断了一条胳膊。消息传来时，我和骆岭霜正在吃晚饭，小姨做的红烧排骨，我放下筷子，走。骆岭霜也放下筷子，小姨在后面喊：“你没吃完呢！”抱歉，小姨，排骨回来再吃。我们到达灵脉所在地时，血衣老祖正盘坐在灵脉上方吸纳灵气，他的周围散落着10几具鸡魔局成员的尸体，年轻的面孔，扭曲的表情，死前大概很痛苦。血衣老祖感知到了我们的到来，睁开眼，他看了看我，金丹巅峰的灵力波动，又看了看骆岭霜，身上有浓郁的魔气，他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小丫头也修魔道？他站起来，一身血红色的袍子在夜风中猎猎作响，炼虚境的威压铺天盖地地释放出来。跪下认本座为主，饶你不死。骆岭霜面无表情，看了他一眼，就一眼，然后说了一个字：死。他没有动手，甚至没有释放任何可见的功法或术法，他只是释放了一缕真正的天尊级魔宗威压。血衣老祖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一缕真正的天尊级魔宗威压。血衣老祖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开始颤抖，扑通跪下了。他的道心在这股威压面前直接崩碎，炼虚境在天尊境面前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你到底是？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骆岭霜一指点出，血衣老祖的身体连同他的元神化为小粉，飘散在夜风中，干净利落，不留后患。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不愧是魔尊，我的小师妹。可骆岭霜却是嘟起了嘴，似乎是对这个称呼不太满意。哦，对，不愧是我媳妇儿。他狠狠掐了我一把，这才得意地揽住我的手。此战之后，我和骆岭霜顺势清剿了血衣老祖的残余势力。那些跟着他苏醒的远古魔修，要么被灭，要么跪地投降。而在不断猎杀妖兽和吸收灵脉灵气的过程中，我的修为已经恢复到了元婴巅峰。顾梦瑶和萧文远亲眼目睹了清剿全程。萧文远那只断了的胳膊被骆岭霜随手接上了，他用了一种在落云大陆极为平常的接骨术，搞得萧文远目瞪口呆。顾梦瑶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问题：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看了看骆岭霜，他回看了我一眼，默许了。于是我给顾梦瑶和萧文远大致讲了一些，隐去了太多细节，只说我来自另一个修仙世界，修为远超蓝星的等级划分。骆岭霜同理，他们俩的表情等级划分。骆岭霜同理，他们俩的表情跟见了鬼一样。最终顾梦瑶没有上报，而是与我达成了一个私下的协议。他在官方层面掩护我们的存在，我在暗中处理鸡魔局无力应对的危险。萧文远则成了我在蓝星为数不多的可信战友。这家伙虽然修为不高，但为人正直可靠。我开始暗中指点他的修炼，可有些东西不是你想低调就能低调的。几天后，一个老人找上了门，白发白须，道骨仙风，身上的灵力波动和体境，蓝星上最强的修士之一，昆仑老者。他客气但直接：老夫不是来巡视的，是来警告。他看着骆岭霜，目光中带着深深的忧虑。域外之人，你的存在正在加速此界天道的异变。这并非好事，而是蓝星天道本身正在衰竭的征兆。若不离开此界，天道崩塌之日，万灵皆。骆岭霜冷冷看着他，没有回应。我拦在两人之间：老前辈，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会调查清楚原因。昆仑老者叹息一声：老夫活了3000年，从未见过天道如此脆弱。你们若不尽快查明真相，此界万灵都将陪葬。他说完转身离去。我和骆岭霜对视了一眼，看来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昆仑老者走后不到3天，事情就来了。上白山地脉中，一股恐怖的妖气冲天而起，将方圆百里的积雪融化殆尽。蓝星天道孕育的上古守护灵兽九尾妖狐苏醒了，她化为人形后是一名绝美女子，9条银白色的尾巴在身后舒展如扇，和体境巅峰，仅次于天尊。她感知到骆岭霜的气息后直接现身，目的并非挑衅，而是质问：域外之人，你的存在正在蚕食此界天道根基。本座身为蓝星守护灵兽，不会坐视不理。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九尾妖狐的实力极强，幻术诡谲莫测。即便骆岭霜的修为被蓝星天道压制在炼虚境，但天尊的道运底蕴依旧远超常人。两人的交锋撕裂了方圆百里的天空。我从旁侧影，专门克制九尾妖狐的幻术。天尊级的元神感知让我能清晰地辨别真假。战斗中我发现九尾妖狐并无杀意，他的攻击都留了余地，更像是在试探和警告。我喊停了骆岭霜，等一下，他没有要杀你的意思。骆岭霜皱眉，但还是收了手。九尾妖狐喘息着，银色的尾巴微微垂落。确实
我只是想看看这个域外来客有多少斤两。随后更麻烦的来了，西北荒漠中的上古饕餮也苏醒了，合体竟以吞噬万物为本能，一路吞噬了数座小城的灵脉，直奔骆岭霜的气息而来。我和骆岭霜联手将其拦下，这一战打得比九尾妖狐那场惨烈得多。饕餮是纯粹的战斗性凶兽，不讲道理的那种。最终我以天尊道运与他沟通，才将其安抚。两头上古凶兽都是蓝星天道孕育的守护者。他们苏醒不是为了攻击骆岭霜，是感应到了蓝星天道正在被某种外力侵蚀，本能的将骆岭霜视为了威胁。九尾妖狐告诉我一个关键信息：蓝星天道并非自然衰竭，它在被抽取，每一次位面裂缝的出现都会带走一部分蓝星天道的本源。而这些裂缝最初出现的时间，他看了我一眼，恰恰是3年前。3年前我穿越的那一刻，我和骆岭霜对视，两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穿越系统任务，骆岭霜千年寻找，所有看似巧合的事件串在一起，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轮廓。那个系统从来不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利用我，又利用骆岭霜。每一次它撕裂位面壁障，都在为某个存在打通降临蓝星的通道。我把推断告诉了骆岭霜，他沉默了很久。那个引导岭霜去找你的声音，如果它也是系统的一部分呢？答案呼之欲出。我在太平洋深处的海底灵眼中找到了答案，一个被刻意隐藏的空间锚点，锚点上的气息正是系统在我体内留下的印记。它不是消失了，而是转移到了蓝星天道的核心处，像一根钉子钉在蓝星的命脉上，持续抽取本源。真相大白，系统的真实身份是落云大陆的天道意志。落云天道的道运在亿万年中逐渐衰减，它需要吞噬其他位面的天道来延续自身。蓝星成了他的目标，我是他选中的棋子。给我系统，用任务驱使我，让我在落云大陆积累因果，再以死亡送回蓝星作为锚点。骆岭霜的千年寻找则是关键，每撕裂一次位面壁垒，都在为落云天道撕开更大的通道。那个神秘声音自始至终都是落云天道的手笔。当我拔出锚点的瞬间，天变了，太平洋上空裂开了一道横贯天际的金色裂缝，比骆岭霜当初撕裂的通道庞大万倍，一股浩瀚到令人绝望的威压从裂缝中倾泻。不是任何生灵的力量，而是一整个世界的天道意志在具象化降临。落云天道的本体来了，它没有固定形态，是一团吞噬光芒的金色混沌，覆盖了半个天穹。蓝星所有生灵都感受到了那股窒息的压迫，凡人昏厥，低阶修士口吐鲜血。蓝星天道已是强弩之末，吞噬此界是本座唯一的选择。骆岭霜的修为压制在这一刻彻底消失，蓝星天道衰弱到无力维持任何枷锁，天尊境的全部力量回归他的身体，魔纹绽放出骇人的血色光芒。他握紧了恨生剑，站到了我身边。师兄，这次岭霜跟你一起。蓝星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战，九尾妖狐、饕餮倾巢而出，守护灵兽在蓝星天道濒临覆灭之际爆发了最后的力量。昆仑老者率蓝星所有远古正道修士结阵抵御，萧文远和顾梦瑶率鸡魔举疏散凡人，在外围牵制落云天道分化出的天劫兽群。可真正的主战场只属于2个人，我与骆岭霜并肩而立，300年相依，300年为敌，1000年离散，如今终于站在了同一边。落云天道试图瓦解我们的意志，他向骆岭霜展示我当年每一次背叛的完整画面，偷盗仙剑，联合魔道，故意引走他。看到了吗？他利用了你。骆岭霜一剑斩碎了那些幻想。本尊的恨与爱，轮不到你来智慧。他又向我展示骆岭霜千年杀孽的血腥场景，他屠灭的宗门，斩杀的修士，斩红的星海。看到了吗？他早已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小师妹了。我笑了，他什么样子我自己知道，不用你提醒。我是正道仙尊不假，但我的妻子是魔尊，我又能是什么好东西？落云天道的攻势铺天盖地，金色混沌如同怒海狂涛般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而来，每一波都蕴含着足以毁灭一个位面的恐怖力量。我在战斗中拼死支撑，元神中天尊境的框架在蓝星灵气的灌注下开始剧烈共鸣，那些沉睡的道运、意境、功法在生死关头被逼到了极限，修为在疯狂攀升，炼虚合体，大成渡劫，直至那道久违的门槛出现在面前。天尊境，骆岭霜感知到了我的变化，他毫不犹豫地以魔尊之力为我护法，独自扛下了落云天道一轮又一轮的轰击。他的魔纹碎裂，鲜血染红了白发，一身玄色长袍被撕成了碎片，但他不退一步。师兄快！我闭目，元神与天地共鸣，前世的修为记忆如洪流般涌回。天尊境的我回来了，我随之睁眼，手中凝聚出一柄长剑，通体银白，剑身上流转着天道法则的纹路，不是与之仙剑，是与我自身道运凝练的本命仙剑。仙尊与魔尊并肩出剑，一白一黑2道剑光交织成螺旋，撕裂了落云天道的混沌本体。他发出震碎山河的怒吼，疯狂反扑。战斗持续了整整数月，蓝星的地貌被改写，海洋掀起万丈巨浪，大陆板块都在颤抖。最终我以天尊道运为锁，骆岭霜以魔尊之力为链，二人合力将落云天道的本源从蓝星剥离，封印回落云大陆，斩断了2界之间的所有通道。落云天道发出最后的悲鸣，被压回了自己的世界，代价同样惨重。蓝星天道在浩劫中耗尽了最后的本源，彻底化为虚无。天道的枷锁不复存在，蓝星从此灵气自由流转，修士不再有天花板，一个真正的大修自由流转，修士不再有天花板，一个真正的大修仙时代开始。
事了。战后蓝星满目疮痍，但生机犹在。昆仑老者牵头重建秩序，萧文远被推举为新机魔局核心人物。顾梦瑶在浩劫中突破瓶颈，踏入化神境。凡人们不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记得那一天，天空中交织的黑白剑光，小姨安然无恙。战后，他拉着我和骆岭霜的手，絮絮叨叨地嘱咐我们注意安全，然后又催赶紧把正事办。骆岭霜难得红了脸，我笑着应下了。1个月后的傍晚，我和骆岭霜回到了那片山林中的小木屋。他当初照顾昏迷的我时，凭空变出的那座。夕阳透过树叶洒在他的白发上，染出一层温暖的金色。他靠在我肩头，难得安静。凌霜，对不起。他的身体僵住了，抬起头看着我，这是他等了1300年的3个字。当年在落云大陆的最终决战中，他捏着我的下巴质问，我始终没有说出口。与之仙剑里录的那段道歉，终究隔着生死不算数。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在颤，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就像300年前在玄天宗时那样。还有，谢谢你来找我。骆岭霜的眼泪无声的滑落，他没有哭出声，只是紧紧攥住我的衣袖，像是松手就会再次失去。过了很久，他才闷声说了一句：“你还欠我一场婚礼。”我笑了。好，几个月后，在小姨的张罗下，在萧文远、顾梦瑶和几位至交的见证下，一场简单的婚礼在山间举行。骆岭霜穿着小姨亲手挑选的红色嫁衣，眉心的魔纹在红衣映衬下不再显得冰冷，反而像一朵绽放的红梅。她全程紧张的不知道手往哪儿放。1300岁的魔尊，在这一刻像个18岁的新嫁娘。我握着她的手说了一句话，我握着她的手说了一句话，很轻，只有她听得到。从今以后，师兄哪也不去了。他的眼泪又掉了，但这次是笑着掉的。婚后第3天，我在修炼中察觉到了异样。天道枷锁消失后，蓝星与落云大陆之间的位面壁障极其脆弱，而在这2个世界的上方，一道全新的空间通道正在缓缓成型。那通道中涌出的气息无比古老，灵气浓郁，远超蓝星与落云大陆的总和。我用天尊境的神识探入通道，看到的景象让我浑身僵住。一座无限广阔的仙殿废墟，石桌之上摆着一副棋盘，棋盘上有无数枚棋子，其中2枚并列的黑白棋子微微发光，黑子中是落云大陆的全部山河星海，白子中却是蓝星的蔚蓝星球。2个世界不过是棋盘上的2枚棋子，而棋盘上还有万千棋子。棋盘旁的石椅上空无一人，落满的尘埃说明棋手已经离开了很久很久，久到连仙殿都化为了废墟。师兄，你看到了什么？骆岭霜察觉到了我的异常，走了过来。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握住了他的手。岭霜，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他低头看着我们十指相扣的手，然后抬起头，眼中映着那道通向未知的光芒，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不是魔尊的冷笑，是当年那个小师妹的笑。师兄去哪，岭霜就去哪。我转身看向小姨，江一雪站在木屋门口，怀里抱着骆岭霜落下的一件外袍，她的眼眶红了，但还是笑着挥了挥手，别让你媳妇儿等着，记得回来。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和骆岭霜并肩踏入了那道通向上界的光芒之中。通道关闭的瞬间，一阵古老到无法追溯的笑声从仙殿深处隐隐传来，像是棋手终于等到了有人翻开棋盘。